秋岁啊秋岁，你是不是脑壳进水了？二皇孙宫便抢夺帝位，肯定不会放过皇帝和太子。太子妃可是你的救命恩人啊！我就去看一眼，要是他们已经跑了，我立马掉头就撤，绝不多留一秒。阿弥陀佛，罪过罪过。逃出去有点吃的也好。大哥，父皇已经驾崩，大局已定，我送你一家去陪父皇，让父皇在地下也能尽享天伦之乐。妙，秋岁，救救娘亲，救救那个小两脚虫！我也想救啊，但是隔着高墙和火海，我也不知道太子妃夫妻和小殿下是否还活着。小家伙，帮我个忙，进去瞧瞧里面还有什么人，我就把这颗甜的蜜饯给你们。大的流血，躺着不动；小的在那儿叫。大的在流血，哪个大的？是太子还是太子妃？机会这就来了！秋岁，娘娘，小殿下，秋岁姐姐，救救娘亲！还没断气，只是人彻底昏死过去了。小殿下别害怕，抓紧奴婢的手，奴婢会带你和娘娘出去的。再坚持一下，小殿下很勇敢的，对不对？秋岁姐姐，我会克服的。我还要保护娘亲，父亲说我是男儿，要勇敢才可以。小殿下，你先钻，注意看外面有没有人，要是有侍卫就不能钻出去，没人你就吹一个口哨。娘娘得罪了，小殿下，你在对面也使点劲儿，拽拽太子妃。走。小老鼠帮个忙，我要出城。只要你能带路，帮我躲着那些举着火把和身穿铠甲的人，我就把我的肉分你一半。我不是成了精的老鼠，我是人。你看，这是我给你的带路费。走，大家跟上，帮那个两脚趾盯着穿铁壳子的人。该死的，这什么时候出现的老鼠？真他娘恶心！呸！恶心人的玩意儿，算你跑得快。这边没火把，那两个穿铁壳子的两脚狗去撒尿了。两脚兽，你们出不去的。城门口站了好多穿铁壳子的，而且那扇大铁门关了，连我们老鼠都得侧着身子才能钻过去。
小老鼠，城门明天什么时候开？得等那个大钟敲响的时候。不跑了，先找个地方躲起来。小老鼠，帮我找个没人的破屋子或者堆杂物的地方，要隐蔽，不能让那些穿铠甲的人发现。我知道个地方，那是老陈头的杂货铺后巷，那里全是破缸和烂门板，连流浪猫都不爱去，味道臭烘烘的。你要去吗？要去。太可怕了。地方窄是窄了点儿，但3个人缩进去正好，就这儿了。钻进去，把头埋低。我们今晚要在这里先躲一晚上。两脚兽，这儿安全。我让我那些兄弟守在巷口，只要有人过来，我就给你们发信号。多谢了。天亮了，已经逃亡1夜了。小老鼠，去看看城门开了没有，再瞧瞧昨晚举着火把的那一类人都撤了没。等着，这就去给你打听。秋穗姐姐，娘亲还能醒来吗？奴婢也不能保证，小殿下，现在只能听天由命。大铁门开了，可以出去了。就是城门口还有两脚兽守着检查。那路上的巡逻兵呢？大路上的兵比昨晚少了，大多都缩在路口的棚子里喝水。不过他们还在那儿守着，只要有人成群走，他们就拎着大刀围上来。两脚兽，你们现在要是背着人出去，准保被当成偷东西的给按住。小老鼠，你再帮我些忙吧，我需要草木灰、胭脂、朱砂。这些我都知道，你等着。是这些不？小老鼠，等我们出城门后，你们帮我把这个东西运出城。没问题，交给叔叔我。这么一弄，燕翼就是得了鼠疫快死的人，而我和风景之就是已经被传染但是情况不严重的人。殿下，从现在起，我是你的小姨，是你娘的妹妹。要是你皇叔发现你们没死，肯定会派人来捉拿我们。我们要改变身份，才能影响捉拿我们的人的判断。小姨，阿朕知道了。这衣服必须得换了，帮我去普通人家偷一件小孩子穿的衣裳，这几十文钱当做补偿给那户人家。站住！干什么的？官爷，我大姐生病了，治不好了，家里买不起棺材，只能背着我大姐去城外找个地方下葬了。大人，看这模样，像是得了鼠疫。你看那背上的，脸都发青了，手背上全是红斑，这人病得严重啊！这鼠疫在京城可是个杀人不见血的诅咒，一旦沾上，全家都没命。鼠疫，这他娘晦气！滚滚滚，赶紧滚出去，别在这碍眼！不是鼠疫，官爷，这不是鼠疫，只是普通小病而已。我可是见过得了鼠疫的人是什么样子，你别想蒙骗我，还不快滚！出去了就死在外面，你敢回来就乱箭射死！咱们出来了。两脚兽，这包袱重死个鼠了。辛苦你们了。这肉新鲜，够哥几个吃一顿好的了。小姨，为什么要把您的衣裳带出来？这些往后能给咱们换吃的，也能给阿姐换药。虽然使用太子妃的首饰去换钱有些危险，但是把这些首饰拆了，原料也值价的。
阿志，咱们去燕关，那是你外祖父燕将军镇守的地方。到了那儿，咱们的安全就能有保障，还能给燕将军一家提个醒。燕关城离京城千里之遥，中途要路过的城门不下10个，我们3个没路引，根本走不远，需要想办法把路引办下来才成。路引这东西，原主也只是在自己被人牙子迈入皇宫时见过一次，里面是什么样的他也不知道。既然正规方法不行，那只能剑走偏锋了。坐，小麻雀，你们下来一趟，我有些事情想拜托你们。小姨，我们不走吗？小姨为什么还要寻麻雀？我们3人没有路引，就这样走是没办法到达燕关城的，而且咱们身份也有问题，没有路引，城门守卫会把我们抓起来的。啾！这两脚兽有病，他居然说有事情找我们！啾！你怎么听懂了两脚兽的话？啾！我也听懂了哎！你们3个小麻雀别聊了，你们都能听得懂我的话，下来一趟啊！我真有事儿，请麻烦你们。饿了吧？先吃个馒头。我不让你们白帮忙的，这是我的谢礼。啾！天啦！两脚兽能和我们对话！两脚兽，你要我们帮什么忙？啾！两脚兽，你手里的食物我们现在能吃吗？去城里的官差公所里转转，帮我找找有没有这么大的纸张，要上面写了字的，有红色的官印更好，没有也没关系，你都给我找来。你们要是分辨不出来，那就多偷几张纸出来让我辨认。顺便在城找找老鼠，就说昨天请他们帮忙的人又有事情找他。这个馒头是你们的了，可以吃了。让麻雀去偷路引，也不知道他们靠不靠谱，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。燕医的脉搏越来越弱了，等拿到鹿体，就带着燕医在下个城里找大夫治病。我一个兽医，用兽医学治病救人，真没把握。小姨，娘亲什么时候能醒来呢？大约等我们到下个城找大夫给阿姐看看就知道了。嘿，哪儿来的野鸟，敢上这儿来偷卷宗？我先把这个拿回去给两脚兽看，你们2个接着找两脚人要的纸。好的，老大。这不是我要的路引，这太大了，路引是这么小的。啾！我这次知道了，你这个小的纸就是你要找的路引，我这就去找。哎，我的路引，那扁毛畜生叼了我入城的公平！走开！走开！救命啊！这鸟疯了，专抢纸啊！这是我本想让他们去找一张样板，没成想这群小家伙直接找来这么多他们以为的路引。干得不错，就是这动静稍微闹得大了点儿。吱！两脚兽，你找我。小老鼠，你再带几个兄弟去那个公所的桌子底下转转，瞧瞧有没有人掉落的笔头或者剩下的残墨，还有官印以及这个空白的路径。你要是能偷，就都给我偷来，记得小心些，别受伤了。秋穗姐姐，她会回来吗？找仔细点，卷宗丢了，上官万岁下来，谁都跑不了。我亲眼看见那鸟叼着公屏飞走的，谁信你的话？我家今日丢了不少的胭脂和猪，店里的伙计说看见是老鼠偷的。老天爷啊，老鼠不应该偷油偷大米吗？好端端的偷我家胭脂和朱砂做什么？今天可真是邪门啊！是不是上天认为二皇子罪孽深重，京城才一早就出现这些乱事？吱，兄弟们，快来帮忙啊！哪来的耗子？滚出去！快来人啊！官印被老鼠给偷走了！快，官印不见了，空白公屏也少了，鸟枪指鼠头印，这公所是遭了什么邪了？我的笔，我的墨条也被偷了。我们没水，这馒头有点噎，你要掰碎了一点一点吃。太好了，我能弄个真路引出来了，谢谢你们。吱吱，不客气，两脚兽。我会的是硬笔书法，毛笔字我不会写啊。小姨，
你看我做什么？阿志，小姨的字写的不好，录影上面的字只能是你来了。好啊，小姨，我要写什么在上面？你娘亲的名字就写秋意，你的名字就写秋至，籍贯就写柳州下辖夏家村，所去之地写燕关城。小姨还没写完。我知道，去燕关城的原因就写去寻未婚夫。我说的这些内容你都要在脑子里记下来，录影上的理由就写寻亲。小姨，我记住了。这些工具辛苦你们再帮我还回去，也不一定要放到屋子里，只要带回城了就可以。吱吱，两脚兽，你可真麻烦，揪我们好累的，鸟会疼，爪子也疼。求求你们了，要是被丢东西的人发现在这里，我会被抓的。两脚兽来求我们，这个感觉很神奇，我也说不明白，但突然觉得自己对于两脚兽来说很有用啊。老鼠！我亲眼看见一只灰皮大耗子叼着红绸子钻进去了！啊！还愣着干什么？撬砖！把这暗渠给我掏开！找不到官印，咱们都得玩完！这印要是找不回来，咱们几个都得发配去边疆。头，官印在这儿，在这儿呢！这畜生，定是那老鼠叼不动了，才顺着这墙缝扔到了外，真他娘成精了！苍天保佑，这命根子终于回来了。仔细点儿，别漏了角落。殿下要的是准信。公公，找到了！太子妃和小皇孙的尸首呢？公公，就这一具，没瞧见太子妃和小皇孙的半点炭痕，连零碎骨渣都没有。走，回禀殿下。殿下，长春殿内搜出太子殿下的炭骸，配饰为证，身份无误。只是遍寻殿内，未发现太子妃与小皇孙的尸首。跑了？他居然还能带着姑的小侄儿从东宫中逃了出去。传我的令，臣在。封死京城所有城门，关闭9市，凡街巷客栈民宅，一律挨家挨户有搜。严毅带着一个孩子走不快，也藏不住，抓活的回来，我要亲自看着他们陪太子去地下团聚。若是敢藏私，或是放跑了人，那就让他们全家替那对母子偿命。诺。请问老伯可是去往宜安县的？对，姑娘是想要搭车？是啊，我背着佳姐实在是走不动了，想搭一下您的马车，您看能不能带我们一程？姑娘上来吧，你们3人给15文就成。只收取15文，这个老人家心肠真好。姑娘，你姐姐这是怎么了？佳姐无意间摔了一跤后就一直昏迷。我本是来京城找大夫给阿姐看病，结果昨夜我实在害怕，准备带着阿姐和侄儿回宜阳县看病。老汉，我不是京城里的人，不知道京城昨夜的情况，可是出什么大事了？昨晚我在客栈休息，半夜听到街上有许多巡逻的士兵，看着就吓人。早上还有许多人不敢出门，城门的检查也仔细了许多，像是在抓什么逃犯一样。这么严重？看来最近小老儿也不去京城了，免得遭殃。最近京城就是个是非之地，普通人还是不要去的好。多谢老伯。将病人放到这张矮榻上。这是撞得不轻啊！气血瘀滞在脑后，里头有散不掉的血块，这才是醒不过来的缘故。大夫，我阿姐的情况怎么样？能不能治？什么时候能醒来呢？你阿姐这是脑后淤血中了，内里积了血块才醒不过来。治倒是能治，只是能不能好我也没办法回答。我先给她敷上活血化瘀的药泥，再开2副顺气消瘀的方子，啥时候能醒，眼下说不准。小药童，出来，给病人把这2副方子抓了，再去后院炉子上熬1副药出来，3碗水减成1碗，火候要温。好的，大夫。阿芝，你来给你娘喂药。小
小姨，娘亲是不是救不了了？会好的，阿姐会好的。阿芝不要害怕，小姨会想办法治好阿姐的。太子，风前，你要是在天有灵，就保佑你妻子好好的。你儿子现在就剩下这个亲娘了。这医馆里还有大夫和药童，燕姨要是这会儿醒了，一张口喊出皇宫里的词儿，那就危险了。大夫，这药方多少钱？药泥和2副药一共20文钱。阿芝拿着药。哎，人醒来还没看啊？家里还有急事，多谢大夫了。要一间下房，多少钱？一晚上10文钱，客官住几天？先住1晚上。用手指一勒。娘亲，燕姨本是将门虎女，常听燕姨身边的嬷嬷说，她在归阁时便跟随她父亲上战场，是位文武双全的女子。有她在，去往燕关城的日子就不用我费心费力的操劳了。姐姐，好疼！你喊我什么？这不对，我耳聋了，还是耳背了，还是出现幻觉了？燕姨，太子妃怎么能喊我姐姐啊？我一定是听错了，你认识我吗？这是阿芝，你儿子啊，记起来了吗？娘亲，我是真儿，你不认识我了。姐姐，他为什么要叫我娘亲？我头疼，我不想跟他玩，我要回家。娘娘，我不叫娘娘。姐姐，你为什么喊我娘娘？我叫阿姨。好，阿姨，你再用脑子细细想想他，真的记不住他是谁了吗？阿姨不知道，不知道。父王没了，连娘亲都不认识我了。都是狗二皇子干的缺德事，怎么没有天雷来劈死他？阿芝不难过啊，你娘伤了头，失去记忆是正常的。等找大夫治好了娘亲，她就能认得你了。她不是故意忘记你的，以前你娘最疼爱你了，她不舍得一直不记得你的。那娘亲治好了头就能记得阿芝了吗？姐姐，你是谁啊？现在我要带着2个孩子了，你别怕，我和阿芝是你的亲人，你应该喊我妹妹。阿芝是你的儿子，妹妹，你是我的堂妹，他是我儿子。阿义今年8岁了，8岁的小孩子也能当娘亲吗？失忆还不够是吧？年纪都倒退了是吧？你现在不是8岁，你25岁了，比我都高，不信你站起来和我比比身高。妹妹，我为什么身上没力气还头疼啊？因为你摔了头，受伤2天了，还没怎么吃饭，所以才这样。等会儿我去买点馒头来吃，你吃2个就有力气了。哇，阿姨真的比你高，阿姨好高好高啊！你高兴就好。阿义现在还记得什么？我叫阿义，今年8岁了。天塌了！传来封建社会6年了，第一次发现自己还能当太子妃燕翼的家，做小皇孙风景之的主。人是自己要救的，失忆也不怕，只要命还在，把人送到燕关城，我也算还了燕翼当初的救命之恩。自己在宫里6年，攒下6两银子和300个铜板，看病花、搭车、开房，一共花了40文。这钱能支撑我们3个走1/3的路程吗？燕翼之前佩戴的玉镯子拿出来，不仅给自己惹麻烦，也是给2皇子提供抓人的线索。绝对不能动，能当的只有燕翼的金钗了。阿芝，小姨也不是故意要拆你娘的首饰，等你娘清醒了，你一定要帮我作证啊，不拆我们就没钱赶路了。娘亲不是是非不分的人，小姨不用害怕的。阿义、阿珍，你们在屋里坐着，我不回来，谁敲门都不能开，听见没？阿珍还要照顾好你娘亲，不能让她出门，你知道外面有坏人的。我会照顾好娘亲的。掌柜的，我要当手里的东西。姑娘，你这珠子丝儿虽正，看着也圆润，
可细看还是有极细的水纹，算不上顶级成色。这绿松石虽说瓷实色匀，可颗头偏小，又是单颗散珠，不好脱手。这样吧，一共给你120两银子，多1分都不行了。掌柜，您这话就不实实了。这南红是宝山锦红，满色满肉，无裂无杂，对着光瞧连水线都难寻。绿松石也是高瓷高蓝，无半点铁线，虽是单颗，可颗颗饱满，都是家传的正经好物件。您说的水纹颗小，不过是压价的由头。我是死当，掌柜也不用担心我赎回来不挣钱，所以没个200两银子，我绝不松口。姑娘，死当200两也高了，这珠子再好也是散珠，又不是成套的首饰。再者，民间识得这顶级成色的人本就少，我收回去还要压着本钱，最多150两，真不能再加了。那我便换一家瞧瞧。夷宁县虽小，可总有识货的当铺，我也不急着用钱，大不了多跑2处，总能卖到合理的价。姑娘别急，别急。罢了，乔你是个实在人，也是真急着用银子，一口价180两，这可是咱们夷宁县能出的最高价了，再高我就得赔本，您可别再为难我了。燕姨得吃药，备个陶罐，在路上也能给她熬药。碎碎姐姐，快趁热吃，还是热乎的。阿姐，快来吃。好烫！我买的包子够我们几个吃的，饿不着你的，吹一吹再吃。小姨，下次吃馒头就好了。肉包子要比馒头贵的，我们没钱，要节省着用。阿志不用担心钱的事情了，仅2颗珠子就当了180两，我们有钱赶路了。等咱们走得更远了，我就带你们出去吃饭。阿姐，吃完包子，我去请大夫过来给你看病，好不好？阿姨没有生病啊，为什么请大夫给阿姨看病？娘亲，你有病的，你都把阿芝给忘了。不带你去看大夫，你就会一直头疼，晚上睡觉疼，白天也疼。那好吧，阿姨愿意看大夫，但是大夫不能扎针，好不好？好，咱们跟大夫说不扎针，就开点不苦的药，喝了头疼就好了。那阿姨不怕看大夫了。我家姐姐伤了头，且症状有些严重，想请一位对头疾有研究的大夫出诊。姑娘放心，我家坐诊的老大夫中有善诊治各类头疾的大夫。麻烦小呵通报一声大夫。行好，随我出门一趟，感激不尽。姑娘稍等，我这就去告知老大夫一声。姑娘请带路吧。阿芝开门，小姨回来了。小姨你快进来。说好了阿姨不扎针的，别害怕，等大夫看了再说啊。大夫您请坐，她就是我伤了头的姐姐。姑娘，你家姐姐是头部受了重创，气血逆乱，才导致失忆，心智退回到孩童时期。好在脉象还算平稳，暂无性命之忧。我给她开几副红血安神、舒缓头痛的药，按时煎服，既能缓解头痛，也能慢慢滋养心神，或许对恢复记忆、恢复心智也有帮助。多谢大夫，劳烦您多费心。平日里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？平日里多顺着她些，别让她受惊吓，也别让她剧烈活动，好好静养，对恢复更有好处。阿芝，你陪着你娘亲，别让她乱跑。我去客栈后厨借灶煎药，很快就回来。小姨放心，我会看好娘亲的。都站住！仔细看看画像，有没有见过这2个人？若有知情不报者，以同罪入城。小姨你怎么了？脸色好差，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阿芝，他们追来了。小姨，我们快跑！我不要娘亲也和父亲一样死去。阿芝，先不慌，我们现在不能这么跑，他们就在外面，我们现在出去会被发现的。是出什么事情了吗？一些小事情而已，阿姐先喝药。
阿姐你真乖，给你一颗甜甜的蜜饯。谢谢妹妹。阿芝也吃一颗。阿芝也吃一颗。小姨，我不吃蜜饯，都留给娘亲喝药的时候吃。你一个小孩子，别成天担心这担心那的，有小姨在呢。而且我们现在有钱了，也不缺这几颗蜜子的钱。阿姐、阿芝，你们在屋里待着，别下楼也别出声，我出去看看情况。小姨，你别下去，他们会抓了你的。他们没我的画像，甚至都不知道我是谁。我成天在东宫养猫，少见外人的。可见过这画片上的2个人？官爷，我没见过。看清楚了，确定没见过。要是敢漏掉一个，这店也别开了。官爷真没见过，小店来往客人杂，可这般模样的娘子和小娃娃，我一眼就能记住，确实没有。现在上楼搜，挨个房间查，凡是有妇人孩童的，都拿画像比对。阿芝，你快钻到床房底下，不管听到什么都别出声，也别出来。阿姐，现在有坏人来找我们了，你快闭上眼睛装睡，等会儿不能睁眼，更不能开口说话，等人走了才能睁开，听见没有？开门，官兵搜查。来了！官爷，床上躺的是谁？起来！官爷，那是民女的姐姐，她发了高热，昏睡不醒，实在起不来啊。官爷，我来，这客栈的被子脏得很，别脏了您的手。一无所作。行了行了，别嚎了，安分点待着。要是敢藏人，连你们一起抓。是。走，下一间。姐姐，阿芝可以出来了。小姨，我们现在跑吧。现在还不能跑，等这些官兵走了后我们再跑。我要再出门一趟，买些我们需要的东西。你们乖乖在屋子里待着。姑娘要买些什么？我要买一些炊饼，来30个。我现在就给你装。客官是给自己买衣裳，还是给家里人买衣裳？我店里什么时兴的料子都有，京城盛行的款式也多。客官要不要看一眼？我要这2套男子的衣裳，还有这套孩子的衣裳，以及青色的外衣。掌柜的，给我算个价格吧。客官买的多，我再给客官赠送一个香囊。多谢掌柜的，我还想请教您一件事情，去燕关城怎么走最快？那还得是陆路转水路，顺风出行，1月就能到。还有更快的路线吗？客官，这是最稳妥的路线，你何必求一个快字？实不相瞒，我公公重病缠身，眼看着就要不行了。而我夫君被征兵之后就一直了无音讯，没了我夫君的消息，我公公那口气一直咽不下去。我实在是赶时间啊，我不能让公公抱憾离世，可我又没有出过远门，不知道怎么才能最快到燕关城。我置办这些衣物，也是希望和我大哥一起去寻我伤父。那小孩子的衣裳也是给我侄女的，当做我大哥陪我出门的谢礼。姑娘实乃孝心可嘉，感天动地呀。其实还有个路线，能比刚才我说的路线节约半个月的时间，但是掌柜的只管说便是，如何选择都由我自己承担。快半个月呢，这路线就算是让我在河里游半个月，我也愿意干。你若愿意上山翻山越岭，晚上歇在野外，不怕迷路，也不怕山里的猛兽，那你可以去试一试。我愿意的，只要能早日找回夫君，让我公公能瞑目，我什么都愿意的。从县外往西北的官道一直往下，走到一座叫西风岭的山，你上山便是，一直往西。这山中也有猎户，分不清方位的时候能问他们。这路知道的人不少，但危险太大，没官道安全，所以也没什么人走了。不过这条路虽然危险，但是你也能半路下来走官道的。多谢掌柜的。小姨，你怎么买这么多衣服？咱们要赶路啊，准备齐了才能平安到达燕关城。好了，都拿好自己的行李，咱们要离开这里了。掌柜的，退房。快到了。换上。
这里住的2个女的呢？去哪儿了？官爷，他们刚刚退放走了，有一阵子了。该死的！画，现在就给我画！按着那个客栈伙计说的，把那个带头的女子长相画出来，将那同行女子的样貌告诉画师。要是画师画出的画像和那女的相貌不一致，老子就把你抓进大牢里蹲2天。那姑娘眼睛挺灵，个头不高，说话利索。把这画像印出几10份来，派人去街上挨个问，特别是药铺、食摊和租车的行当。见过这女子没？还带着个高个的病妇和一个5岁的奶娃。没见过。这姑娘刚才来过，她买了几身粗布衣裳，还有孩子的裙子，打听了去燕关最快的路。大人有收获。她还说什么了？她说她公公重病，要赶去燕关城找寻夫君，还问了西风岭的方向。往西北方向追，他们买了衣服后肯定会换装，注意2个大人1个小孩的行人，派人给上面回话，就说找到线索了。燕关城，那3个余孽乔装打扮后往西风岭去了。传姑的令，派2队骁骑卫不分昼夜的给我追，遇到后直接杀了，不必带活的回来。另外，告诉李忠，让他带着这道圣旨，领200精骑，快马加鞭，要赶在秋岁那几个人前面到燕关城。对外就说有人告御状揭发样为勾结前太子谋反。臣领旨。到了燕关，直接用这道圣旨夺了燕老头的虎符。要是燕家人敢皱一下眉头，就按叛国罪全家锁了。动作要快，趁着宫里的消息还没传到燕关，姑要让燕家那20万兵马全部握在姑的手上。阿芝、阿姐，你们饿不饿？小姨，阿珍已经饿了。饿了。天快要黑了，我们要找个隐秘一点的地方过夜。小山雀，你们要来吃一点吗？啾，好奇怪，他叫我们吃饭哎。不奇怪，我有事情找你们帮忙啊。啾，帮我看看山下的动静，要是有人来了，你们就来通知我。吃了我的饭就要给我干活啊，不然下次没得吃了。附近有没有能住人的山洞？啾，这里有老猎人的屋子，你可以去那里住。猎户今天来山上了吗？啾，没有来的，今晚上屋子空着的。山雀说猎户的屋子今晚没人住，我们能去住一晚，走的时候把住宿钱给人家留下，我们也不白住。确实没人在。阿姐、阿志，你们快进来，把东西都放这儿。妹妹，阿姨好困啊，想睡觉了。你们都上床歇着。梁教授，快别睡了！那条大路上好多骑着高头大马的黑衣人，手里拿着亮闪闪长棍子，正准备上山呢。阿姐，快起来！小山雀，帮个忙，这屋子藏不住人，带我们去找个能躲开那些人的隐蔽地方。现在不能休息了，等我们躲好了再休息。啾，这边往这儿跨。啾，到了，就是这儿。里面安全，没蛇没虫，底下是干叶子。阿姐、阿芝，跟紧我，我先下去，你们等着。阿芝，你先来。阿姐，该你了。妹妹卡住了，阿姐别动。疼不疼？
见木屋，上去看看，快！屋里没人，好了，分兵搜山，3人皆是要犯，绝不能放跑半个，犄角旮旯都给我翻扁，草丛树洞坑洼暗处一处不许漏。是。这片荆棘长得密不透风，看着藏人正好，扒开看看。哪来的山雀？畜生受惊乱飞，想必人往那边跑了。鸟儿最通灵性，有人惊扰才会这般慌乱。走，追，往飞鸟逃窜的方向搜，定然是人惊扰了野雀，人一定躲在那边深谷里。追，速速跟上！这边有动静，追！小姨，没事了，暂时没事了。妹妹，阿姨困了，睡吧。那伙人把木屋翻了个底儿朝天，床板被掀了，连灶台都给人砸了。后来他们在木屋里住下来，2个守着，剩下的人在周围转悠。那个领头上说了，晚上更要盯紧，说你们要是在山里，肯定会趁黑跑。对方猜的没错，我是有这个想法。灰贝，这山里有没有大家伙？什么大家伙？就是那种老虎、熊、野猪，能让2脚人害怕的那种大型动物。有啊，山那边有群野猪，再往北人还有狼。你问这个干什么？我想请他们来把这些追兵赶走，不然我们都离不开这个土坑。你能找到他们吗？能是能，但他们可不听我的。那些大家伙脾气一个比一个臭。他们在哪儿？熊和狼都远，只有野猪最近，往那边走，翻过一道梁就是野猪林，那群家伙住那儿。灰贝，你帮我带个路，我现在就去找野猪林。现在就去吗？小姨，我出去一趟，你还是和之前一样在这里乖乖的守着你娘亲，知道吗？小姨，你要去哪儿？去找帮手，把那些坏人赶走。小姨，你要小心，别被那些人抓到了。饿了吃这个，别生火。我在前面带路，你们在周围警守，一旦看到追兵，赶紧给2脚兽提醒。好的，老大。野猪林到了，那群家伙就在里面。吼吼，滚开！我来找你们老大的，不能滚。你怎么能听懂我说话？你是什么东西？我吼的那几声是2脚兽该听懂的。动物说什么我都听得明白。2脚兽们可能听懂我们说话，难道你不是普通的2脚兽？你是不是我们的同类，然后突然变成2脚兽了？你的猜想有点可能性，毕竟我上辈属猪的。你真是我的同类，可是你身上怎么没有我们野猪的味道？那都是上辈子的事情了，我这辈子已经变成2脚兽了，怎么可能还有猪的味道？好吧，虽然你这辈子已经是2脚兽了，但是你上辈子是我的同族，我这就带你去找我们老大，跟我走吧。真稀奇，上辈子是猪的同类，这辈子变成2脚兽了，老大肯定不信。到了，你在这里等着，我去找老大过来。就是他能听懂我们说话。老六说上辈子是我们同类，所以能听懂我们的话，这辈子成了2脚兽，好可怜啊！他长得好瘦，是不是都没吃饱饭？你就是老六说的那个上辈子和我们是同族的2脚兽？对，是我。我上辈子不是野猪，是小金猪，咱们也算同类。小金猪？猪有这个分类吗？你找我有什么事情？野猪大哥，你不知道，我现在正在被人追杀，我都带着我的亲人逃到这里了，他们还要来追杀我。我想这群2脚兽肯定是知道我上辈子是猪，所以想吃了我。该死的2脚兽，连已经变成2脚兽的猪都要吃，太残忍了！要的就是这种感觉。小金猪，你别怕，我这就带着大家去撞死这群2脚兽。我就是这样想的，可是这群2脚兽有20个人的，会伤到你们的。哼，怕什么？我们野猪都皮糙肉厚，而且可是有100多头野猪生活在这里。怎么样，这下不担心了吧？那个野猪大哥，你们这100多头都去？怎么嫌少？山里还有，我再叫点儿。不，够了，100多头太够了，那些2脚肉见了肯定跑。那咱们现在就走。走，你带路。野猪大哥，你们这数量多，走路动静太大了，能不能小声点？
要是被他们听见，提前跑了怎么办？前面就是那帮两脚柔，20个人正分开在林子里搜。他们20个人就在前面。你在这儿等着，看我们怎么收拾那帮两脚肉。这肯定是那3个犯人中的脚印，都给我精神点，找到了回去有赏。什么动静？不知道啊，是不是有什么野鸡在附近？这动静不像是野鸡，都小心些。跑，快跑！野猪！速度！别撞了！别撞了！跑得倒快，都跑了，全跑了，追不追？我还能追。不用追了，追出去了你们也有危险。今天就先这样，多谢野猪大哥。小事，你上辈子是同族，帮你是应该的。以后路过这儿记得来玩。小姨，你怎么去了这么久？等野猪赶人呢。现在坏人走了，咱们可以回木屋了。妹妹，我们要回木屋。对，我们要烧水、熬药、吃饭。阿志和我一起整理这些没吃完的食物。咱们现在情况特殊，手里的食物不多，又被你那个不要脸的叔叔给发现了踪迹，再想半路下山补救难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只能是一条路走到黑，等到了燕关城后才下山。小姨，现在他们肯定知道我们要去燕关城，我和娘亲会给外祖父一家带来麻烦的，要不我们不去了吧？你呀，小脑瓜想的还是太少了，我们现在去晚了，你外祖父一家才叫完了。小姨，这是为什么？因为你叔的皇位来路不正，燕家又远在边城，没办法及时得到消息，否则早就打着清君侧的名后杀来京城为你父亲报仇了。你叔现在打的就是信息差，一是瞒住燕家，让他们不知道京中的变故；二是派人打燕家一个措手不及。咱们要是去晚了，你外祖父反而还有危险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要快点去燕关城，给外祖父一家报信，躲过皇叔对外祖父的算计。小姨，咱们这就赶路，不要耽搁时间了。再急也不至于赶吃饭的时间，一会儿咱们就离开了。药好了。小姨，我也想喝水。走了。往哪边走？这是野猪指的内路，比之前咱们计划的路要更近一些，只是不好走，因为这是野兽常走的路。小姨，这真的是路吗？是兽道，野兽走的路跟人走的不一样。上来，妹妹爬不动，阿姨拉你。谢谢阿姐。哼，20个人进山让野猪追着跑，你们是骁骑卫，手里的刀不知道用吗？20人不知道协同作战吗？大人，那野猪真的邪门，数不清的野猪追着我们满山跑，像是有人在背后赶似的。邪门？我看你们才邪门！20个人，连个女人孩子都抓不到，跟我说邪门？那3个犯人现在肯定还在山里，这可是上头下令必须捉拿的朝廷钦犯，必须早点找到。你们人还是少了点，我再给你们拨一部分人来。传我令，再调30个人，带上硬弩，明天一早进山。他们3个要去燕关城，你们沿着山道方向搜寻，肯定能找到3人。已经走了3天的兽道了，路程算下来也已经走了一半，大概还有4天左右的时间就能到燕关城了。幻觉。小姨，你看那里。我们明明走的是兽道，抄的近路，按理来说这些官兵要追上我们也要好几天的时间，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？抓活的，全给我上！赶紧跑！站住！再跑封建了！何景之，
完了，现在不死，总有时间想办法逃离。要是死了，之前的逃跑就全泡汤了。把3人都绑了，带回县里。就这点东西，还敢往山里跑？大人，他们这里还有好东西。把这些收好了，等咱们回到县里，就把这些全分了。走，下山。坏人，你们都是坏人！哼，傻子！今晚就在这儿歇了，明天一早赶路。到底还是被本大人抓到了，2个女人带着一个小孩子，还挺能跑的。大人，要不要给他们吃点东西？上头说要活的。妈的，找了这么多天，总算逮着了。还是大人厉害，带着我们不眠不休的在山里搜寻踪迹，才找到人。小姨，你别怕，到了皇宫，你把我和娘交出去，我就说你是被我和娘亲胁迫的，你就不会死了。小傻瓜，小姨不是害怕，小姨在想办法，怎么才能让我们3个逃跑呢？小姨，咱们还能跑得掉吗？试试呗，再差也就是死了。阿芝睡吧，睡了才有精神。那小姨你呢？我也睡啊，不过要再等一等。树上一直骂人的小麻雀，请你帮我一个忙吧。啾啾啾！两角兽是听得懂我们动物说话的两角兽，是以前是小金猪和现在是两角兽的两角兽啊！是我想请你帮我个忙，刚才那边有狼叫，你能帮我去喊隔壁的狼过来吗？就说有个两角兽想跟他们说话。喊狼，他们会吃了我的。你飞高点，站在树上和他们说，你就说能和动物说话的两角兽请他们来一趟，来了有谢礼。你等着，我去试试。就是你，小麻雀说你能跟我们说话。是我。小麻雀说我们来了有谢礼，你能给我们什么？谢礼当然是有的，不过我需要你们帮个忙才能给谢礼。看见那边睡着的那群两角兽，他们抓了我，你们能帮我把他们赶走吗？两角兽真狡猾，我信不过你。别介啊，我跟你们说，两角兽的世界有很多是好吃，什么蒸的、煮的、油炸的、肉类都有，白面馒头、红糖馒头，我之后都能给你们搬来。我还是个兽医，就是能给你们治伤的那种两角兽。你们族群要是有什么狼受伤了或者生病了，现在都能让我给你们看看。你等着。你们族群有多少头狼？17头。太少了。我的族群不少了。他们有40个人，手里有刀，你们冲上去不能赢，还会有狼伤甚至死掉。我不想让你们为我冒这个险，你能帮我找别的大家伙来吗？老虎或者熊，什么都行，越多越好，动物越多也能震慑这群拿着刀的两角兽，也能更容易制服他们。你想找老虎，百兽之王我可叫不中。你就帮我带个话，请他们来帮个忙，赶走这些人，我欠他们一个人情，他们肯定对我很好奇。你就说有个能和他们沟通的两角兽，还能帮他们治伤。等着，我已经让族群里的狼去给你找老虎和熊了。感谢头领帮忙，我会永远记得你的恩情。头领，你能不能带着剩下的狼先躲到那边去？就是那棵大树后面，别让那些两角神看见。万一有人半夜醒来看到你们在这儿，就麻烦了。等到天亮了，我们3个就要被官兵带走了。老虎和棕熊到底什么时候到啊？总算来了，再不来我都要慌死了。什么东西？是老虎的声音，还有熊，我听到熊的叫声了。别慌，都别慌，围成一圈，别忘了咱们这么多人，就算有老虎和熊瞎子也不怕。握紧你们手里的刀，给我把腿打直了。对，咱们这么多人，怕什么老虎熊瞎子？指不定今儿晚上还能打一头老虎和熊瞎子，肉都拿回去下酒。老张，你说的对，咱长这么大还没吃过熊肉，听说蒸不讲这玩意儿也不错，老子也要试一试。小姨，我害怕。不要害怕，娘保护你。再不济，这里还有3个犯人，把他们3个留给老虎和熊瞎子，也有时间让咱们跑。上面的大人可是让咱们抓活的，这要是被咱们丢在这里喂老虎，要么他们3个死，要么咱们这里死几个。你觉得哪个主意好？当然是他们3个死，要不是为了抓这3个，咱们也不用在这里遭这个罪。就是，我的老娘媳妇还等着我回去呢，到时候就说咱们没找到这3个不就行了？
等咱们跑了，这3个都被野兽吃光了，上面再怎么找都找不到了。一群没人性的混蛋！等会儿老娘让老虎把你们给咬成瘸子！大家先把火堆重新燃起来。山林猛兽最是畏火，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。眼下夜色深沉，山林昏暗，谁也不知道林中的猛虎、熊瞎子藏在何处。贸然带队撤离，反而容易落入猛兽的埋伏。与其冒险逃窜，不如原地驻守防御，才是最稳妥的下法。所有人立刻动手，以火堆为中心，就地堆积枯枝杂草，围出一圈完整火圈。我只想找老虎和棕熊，狼群居然给我招来这么多，这是什么情况？把他们扔过去，扔过去！趁那些看上吃他们的时候，咱们找机会跑。妹妹，别怕，我在呢。跑！什么东西？救我！饶命！饶命！可以了，周校尉，我看你还能跑，今晚就留你一命。回去告诉你的上官，再追过来，我会把你们统统嘎掉。山猫大哥，你们族群有没有生病的、受伤的？叫过来我看看。我明天就要赶路了，今天能治多少治多少。毫无没有。没有你也愿意来帮我？毫无，我是好奇能和我们对话的两角龙。动物果然有极强的好奇心。你们呢？族群里有没有生病的和受伤的？没有，等我族群有需要了再找你。我们就是好奇，我们是来凑热闹的。感情这帮大家伙大半夜跑过来，不是因为谁生病了，纯粹是想看看我这个能和动物说话的怪胎。野猪大哥，你也是来看热闹的？哼，我是上辈子不是猪吗？那就是我同族，同族有难，当然要来救。多谢野猪大哥。你怎么了？牙疼了。阿芝，把匕首拿来。别动，马上好，不许咬我啊！好了，这几天少吃骨头，过2天就好了。怎么了？你为什么能跟我们说话？因为我上辈子也是动物。什么动物？就是那种小小的金色的猪。我上辈子是小金猪，所以这辈子虽然变成两脚兽了，但还是能听懂你们说话。所以你以前是我们的同类？对，同类。闻不到吧？因为这辈子已经是两脚兽了，味道不一样了，但脑子里的东西还在，所以呢。对，他跟我说过，他上辈子是小金猪。哦，难怪。小金猪？没听说过这种猪，是很稀有的品种，数量很少，你们没见过也正常。行了，都问完了吧？天亮了，你们该回去了，我也得赶路了。同族，以后有事就喊我。好，多谢野猪大哥。站住！陆隐呢？柳州来的，来干什么？寻亲，我姐夫在燕关城做生意，我们来投奔他。你们怎么跟乞丐一样？这陆影是真的？我们2个女人带着一个孩子太危险，所以只能把自己打扮成这样，不然太容易被抢了。行吧。这位军爷，燕关城还是燕将军管着吧？不是燕将军，那是谁管？你这问的什么话？燕将军还在，二皇子的人还没来，我们赶上了。让开，都让开！钦差到，所有人让开！拦住他们！
他们是假钦差！你说什么？他们是假的，不能让他们进城。哪来的疯妇，在此胡言乱语？我没疯，你们是二皇子派来的，对不对？拿着伪造的圣旨，要陷害燕将军。大胆！本官奉旨前来，你竟敢污蔑朝廷命官！来人，把这个疯妇给我拿下！妹妹别怕，反了，反了！敢对朝廷命官动手，这是造反！把刀放下！阿姐，你小心些，不能把刀放下。我要见燕将军。哼，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想见燕将军？我是来报信的，这群人是假的钦差，他们拿着假圣旨，要陷害燕将军。你现在放他们进去，后果你担得起吗？胡说八道！朝廷钦差怎么会是假的？胆敢构陷朝廷命官，来人啊，将这几个人当街问斩！我身边的人就是你们燕关守将燕翼，我要是说的真话，就让这个钦差被马给摔下来。神经病的女人，你发誓拿我做什么试验？马大哥，你要是觉得我说的对，就把你背上的人给摔下来。疯妇就是疯妇，跟马说话。本官看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，这女人脑子有问题，赶紧把人抓起来，别耽误钦差进城。哎呦，钦差大人，这现世报来的还挺快的。还愣着干什么？给我把这个妖女拿下！她是妖法害本官。你也看到了，我刚才说身边的人是燕翼，只要是真的就让他摔下马，马就把他摔下来了。这誓言都应验了，你该信我了吧？可是燕翼乃是当朝太子妃，怎么会在这里？你说堂堂太子妃怎么在这里？还不是因为太子被人害了？他乃是二皇子派来抓燕将军的，就是二皇子杀兄弑父，京城动乱了。哼，你一个守城门的，敢抓朝廷命官，活腻了！这疯妇说的话你都信，真不怕掉脑袋？这样，你两边都不抓，把我们都拦在城门外，然后派人去请燕将军来，让他认一认我身边这个人，就知道我说的是真是假。这倒是个办法。不行，本官奉旨前来，哪有在城门口等着的道理？你这么着急进城，是怕燕将军来了，你这假圣旨被戳穿吧？我已派人去请燕将军，请二位在此稍后。多谢马大哥，等会儿事情了了，我给你弄好吃的。不打了。父亲，您这几日怎么老是心不在焉？父亲，您到底怎么了？我近几日总梦到你姐小时候，总担心你姐是不是出什么事情了。将军，有要事禀告。什么事？将军，城门口出事了，来了一队钦差，说是奉旨来宣圣旨的。可城门口有个女人带着一个孩子，还有一个傻乎乎的高个女人，非说那钦差是假的，还说什么？还说太子被人害了，京城乱了。他身边那个傻乎乎的女人就是将军您的女儿。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！我就是个传话的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那女人让我来请您去城门口认人，说您认一认就知道她说的是不是真的了。父亲，会不会是？回马！万叔，你去请个大夫上门。另外，让府中的护卫戒严，在我和父亲没有回来的时候，不管是谁都不能让他进门。京城的事情到底如何，你知我知。可惜啊，二皇子派来的人没有跑赢我。你猜，等会儿燕将军知道事情后，会不会放你回去的呢？钦差大人，你要死喽！等燕家人一来，京城的事暴露，到时候必死无疑。如果眼前这三人死了，我照样可以在燕将军来的时候宣旨，趁燕将军不备，一刀解国了他。到时候二皇子的计划照样能成。全给我上！杀了这几个人！阿姐，寒光剑影也形成一道密布道墙，我是真的。跑啊！看你能跑到哪儿去！马大哥，救命！撞死他！看来是燕将军来了。你是谁？翼儿，我是爹爹呀。京城出事了，二皇子封渊谋反，杀兄弑父，太子殿下已经没了。
我带着太子妃和小妖子逃跑后被他发现，沿途一直派人追杀我们。我们一路逃过来，走了10多天山路，就是为了赶在二皇子有动作之前来给您报信。燕云，在，把这些人都给我绑了，关进大牢。这一脚是为那些守城的士兵踩的，这一脚是为我们一路受的苦踩的，这一脚是为太子殿下踩的。太子殿下仁德厚爱，那么好的人，你们这些人也要跟着二皇子谋反？你们这群没良心的，该死！太子妃现在的情况不对，伤了头后失忆了，现在认为自己只有8岁。我们沿路困难，没办法找到医术好的大夫给她看。燕将军，您怕是得遍寻名医给太子妃看病了。你是我爹爹，可是我记得爹爹没有这么老啊。阿姐，你现在是成年人了，不是8岁，你爹当然也会变老的。您看，他现在就是这样，不是故意认不出你的。燕将军，您别难过。姐，大个子，你脸上画了红花，真好看。你也给我画一个吧。我姐，她怎么了？她怎么不认得我了？二公子，娘娘脑后撞了石头，醒来后就谁都不认了。她现在的记性跟5岁的小主子差不多。我杀了你！燕云，这里交给你，把这些吃里扒外的杂碎全给我锁了，一个也不准放逃。还有，城门关了，没我的令，谁也不准进出。是。二皇子，这笔仇我燕云记下了。叶儿，是叶儿吗？是叶儿吗？爹爹，这个奶奶长得真好看，她是谁啊？爹爹，这个奶奶怎么哭了？叶儿说错话了。先进屋，快去请城里最好的大夫。夫人，娘娘后脑勺磕在了石头上，醒过来后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她不记事了，她现在不记得自己嫁了人，也不记得这几年的事。在她心里，她还是那个8岁小姑娘。刚才在城门口也不认得将军的，她刚才喊您奶奶，是真没认出您来。在她心里，爹娘应该还很年轻，不是现在的样子。夫人，这是小殿下，是太子殿下和弟太子妃的唯一骨肉，也是您的亲外孙。这一路，他跟着我们受了不少苦。外祖母，我的儿啊！夫人，大夫请来了。快，领着大夫去大小姐的闺房。来人，带秋姑娘和小殿下去厢房歇息，烧些热水，去给秋穗姑娘买几套干净衣裳换上。秋姑娘、小殿下，这边请。老爷爷，你捏我手干什么？我手不疼啊。小姐，草民是在给你看病呢，伤口已经结痂了，但以现在的情况看，应该是脑子里有血块压住了神识，能治，只是得费些日子，先吃半个月的药，化化血水看看。王大夫，不管是什么药材，再贵我们都用。带大夫去开药。秋穗姑娘，请你过来一下。秋穗，现在屋里没外人，你把京城发生的所有事情再仔细的说一遍。二皇子发动了宫变，那天晚上到处都是火，我醒来时周围已经乱成一团，所有人都在逃命。我当时看到长春殿大火漫天，赶去后只救下了太子妃和小殿下。太子当时已经死了，我们3个也是好不容易逃了出来，可惜半路被他发现太子妃和小殿下没死。后来就是我之前说的，他派人来追杀我们3个，死里逃生逃了出来。秋穗姑娘怎么会来得比二皇子的人还快？我担心二皇子会用计陷害燕家，又跑不赢对方，所以就问了一些人有没有尽到。只是我没想到他的人也能这么快赶来。像我们打仗时，为了不延误军官赶路程，需要的时间也会缩短。想必他们那些人是连夜不停的赶路，马都跑死了几匹了。燕将军，现在二皇子那边恐怕已经坐在那个位子上了，但太子的名声向来很好，他登位名不正言不顺。你是说他会诬陷太子谋反？不止，皇上当晚也一起没了。
他可能会说太子殿下弑父，或者说殿下暴病身亡，甚至给殿下安上一个荒淫无度的罪名。只要死无对证，京城的那些史官手里的笔就全听他的。老头子，要是他真的给叶儿和阿朱扣上逆贼的毛病，咱们燕家……他敢！他现在肯定知道我们在燕家这里，为了斩草除根，燕家也是留不得的。他肯定敢。你说的对，总要给那孩子留条路，也要为太子殿下洗去身上的污垢。来人，去把几位副将都请来，就说有要事相商。将军，出什么事了？京城出事了，二皇子封渊谋反，杀兄弑父。皇上和太子殿下已经没了，太子妃带着小殿下逃了出来，今天刚到。二皇子派了钦差，拿着假圣旨想把我燕家也给抓了，可惜被太子妃识破，已经在城门口被拿下了。他娘的，那二皇子不是好东西！将军，您打算二皇子背信弃义，杀兄弑父，此等德行败坏之人，天理难容，更别提让他坐稳皇位，谁知道能当个什么样的皇帝？所以诸位，皇上和太子的死因我是要公布出去的，也要为了正统清君侧。将军，那钦差呢？现在人在哪儿？关在大牢里，我让人严加审问，但这人嘴硬得很，还没审出什么。太子谋害皇上，老子我用脚想都不能想出这种解释，这都不是拿大家当傻子糊弄了，这是对自己以下犯上的事情毫无忌讳。我跟你干了！将军，属下愿随您一起清君侧，拨乱反正。愿随将军清君侧，拨乱反正。以现在的情况看，咱们要做3件事情：第一，要派人打探京中情况；第二，就是要将二皇子所做之事告知天下，发檄云告诉天下人，燕家尊小殿下为幼帝，为先皇和先太子，诛杀二皇子这个逆贼。第三，就是整兵备战。父亲，暗探的事情交由儿子即可。那就你去搜集京城的情报。周副将，从今日起，你开始训练将士，做好开战的准备。杨叔，你去找人写檄文，将二皇子所做之事告知天下。末将领命。景和7年3月13，举国震动，戍边将领燕宋在亚关城发布檄文，明指二皇子封渊杀兄弑父，犯谋逆之罪。燕家只尊先太子之子封景之为正统，将带兵打到京城，取封渊项上人头，以告慰先皇和太子之灵。皇上，远在燕关的燕宋起兵造反，但说无妨。称您是乱臣贼子，要清君侧。哈哈哈！他可知这乱臣贼子乃是先太子，是他杀了先皇，真让你们发的告他还不知道？皇上，檄文中说，太子妃和小殿下此时都在燕家，乃人证，且京城距离燕关路途遥远，在京城的消息抵达燕关之前了。今日朝议毕，各归司其事，退朝。吾皇万岁万万岁！皇上，罗将军到了，让他进来。罗怀，我让你抓的人呢？皇上，侍臣失职，派去追杀的人一直没有回来，山中形势复杂。臣还以为是没找到，你以为的就是对的。皇上，臣愿意主动请邀，为您抓回燕萧这事。你去了，只有送人手的份。去飞云关找石勉出战。他与燕松乃是同袍，我就看燕松会不会对昔日同袍下手。至于燕松府中的太子妃和小殿下，传令出去，就说这2人在太子弑父当日就被太子所杀，燕松府上的人是假的，这只不过是他为造反而编造的谎言。是皇上。京城刚传来的信儿，皇上也就是如今那位下了谕旨，说太子妃母子早在宫变那天就被太子亲手杀了。燕将军府里那2个是燕家为了造反故意找人假冒的。假冒的？燕将军能认错自己的亲闺女？谁知道呢？谕旨上说了，燕家这是有了不臣之心，借着太子的名头想自己做龙椅。那檄文里写的全是编出来的瞎话。封渊这一手倒打一耙玩的倒是熟练。小二，结账。来了，客官，一共6文钱。少将军，我想问，将军现在在书房吗？邱姑娘，父亲正为了京城那道圣旨发愁，你这是？将军，这是娘娘离宫那天穿的鱼蝶。封渊说娘娘是假的，这衣服总能说实话。衣服是好东西，确实是太子妃才能穿的鱼蝶。可封于那贼子只需说一句，这是燕家早年间在京城搜罗出来的，或者是买通了内侍偷出来的，就能把这证据给废了。父亲说的对，他现在咬死了人不放，光靠一件衣服堵不住天下人的嘴。除非有能证明小殿下身份的信物，那东西必须是皇室独有，或者是先太子和出生时父亲拿紧锁。比如只有历代皇孙带诊满月时的那枚双麒麟衔尾佩，那些东西都有宫中内库的编号，查无二处。
若是有了这些，任凭风渊如何巧舌如簧，也翻不了天。胎记，小殿下身上倒是没长那些，但他脖子上一直有挂着一个玉佩，是什么样式的？通体白的像羊脂，上面雕的是2只小兽，头对着尾巴，中间衔着个圆环，就是您刚才说的双麒麟衔尾佩。双麒麟衔尾佩，那东西不仅有内库的编号，背面还刻着太子的名位缩写，那是皇孙百日时先皇亲手赏下来的物质。那玉佩现在还在小殿下的脖子上挂着呢，我去取来。秋姑娘，东西先别取，这信物紧要，让阿芝自己带着就好，等需要的时候再取。风渊虽然占得先机，但我们也总有人小助。妹妹，你去哪儿了？去见将军说了会儿话。我和娘亲在屋里找了一圈，没见着小姨。娘亲说你是不是要把我们丢在这里，然后自己跑了？妹妹不许跑，太阳还没落山呢，风也小，咱们就坐会儿。阿芝过来，阿芝，你记着，这块玉佩不论是谁问你要都不能给，以后哪怕是洗澡睡觉，这绳子都得挂在你脖子上。我明白了，小姨。秋姑娘今天是有什么烦心事吗？小姨你怎么了？妹妹你怎么了？我想搬出去住。小姨，你为什么要出去住？你不是说不会离开我的吗？妹妹，你要离开我吗？妹妹，你不要我和阿芝了。这个是这样的，我今天发现了个探子，我想查查这些人住在将军府就不方便啊。秋姑娘，探子都是地方挑选过的人，手上都有害人保命的武器，你一个姑娘家对上他们，只有吃亏受伤的份。你今日发现的暗探是谁，在哪里？不如交给燕云处理，这样对你来说也安全。对啊，外祖父说的是，小姨你一个人去查暗探很危险的，我不要你去，我舅舅厉害，让舅舅去调查。阿芝，你这就小看我了，我怎么把你和你娘亲平安带回来的？这你都忘了？我没忘，但是小姨你也不能把我和娘亲扔下呀。妹妹是让动物保护我们的。小姨，这可不是我说的。其实事情是这样的，你能和动物沟通？秋姑娘这能力是怎么来的？真的假的？我一直都有，只不过以前在太子妃身边也用不着这个能力，没想到出了事情反而能用这个能力保护大家。老天助我啊！动物不攀派上大用场，风渊他也防不胜防。秋姑娘或许能给我们拿到许多先机。从今天起，秋姑娘你住的地方不能有陌生人进，我会让人注意，不会让你的能力传出去的。小姨，你就听外祖父的吧，不要离开我和娘亲。还走什么啊？我都说出来了，也没必要走了。怎么了？可是前线出了变故。父亲在庚阳遇到了麻烦，奉旨守卫庚阳的那位将领是石勉。石将军曾是祖父麾下的兵，与我父亲一同从小兵做起，两人情谊非同寻常。当年在燕关，他曾背着重复将我从死人堆里爬出来，两人是换过命的交情。即便后来石叔叔官至飞云关守将，两人也从未断过书信往来。石将军既然是燕将军的好友，那你说为何石将军还要听封渊的命令行事？是已经承认封渊这个皇帝了？他没投靠封渊，他在父亲到庚阳后和父亲单独见了一面，言不想百姓被战火波及，想劝我父亲退兵。他愿意以自身军功换取燕家人的性命，但父亲拒绝了。父亲来信说，石将军现在也不想打，虽一直紧闭庚阳城门，无论父亲如何叫喊都不开。你这个石叔叔是不是挺憨的？倒也不至于。若不开城，为何不强攻？父亲下不去手，可若是绕路，石勉若是死守不退，封渊的援军很快就会合围，到时候父亲的处境就危险了。这真的可行？试试不知道啦。将军，燕家军的趁逃将此信送来城下，只直道信要将信交给您。老师，城外十里铺大雨，属下遗训，不谈兵革，只为全你当年在燕关的一句酒后胡言。你不是总念叨着想见识传闻中骑着石铁兽的战神蚩尤的威风吗？今日我带神使来偿你的愿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？燕强这老小伙是不是被围城逼疯了？将军，这信可有什么问题？哼，燕强这老狐狸在这跟我装神弄鬼呢，请我前去一叙，我还真想看看他能弄出点什么神神叨叨的事情。备马！将军，燕家军诡计多端，万一是陷阱？陷阱？燕校内人我最清楚，
他要是想杀我，这城门他早攻了，何必还给我来信？他既然说不谈兵戈，那便是私交，两军对垒是职责，老友相见是道义。你们守好城，本将军去就回。阿义啊，邱姑娘可说了什么时候回来？快了吧？妹妹说找到老虎就回来。带老虎回来吓唬石敏吗？人来了，快！燕老弟，你信里说的神使呢？我倒要看看你。师叔说你救救阿芝吧，这天底下除了我父亲，也就只有您这点老情分能指望了。石爷爷，那晚到处都是火，父王流了好多血，他推着阿芝跑，说外面全是要杀我的坏人。阿芝好想父王。这是仙太子的孩子，这孩子的眉眼跟仙太子简直就是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。皇叔杀了皇爷爷父王，还要杀我和母妃，屠了皇宫一半的人。石爷爷，你为什么不愿意帮皇爷爷和父王报仇？为什么帮皇叔？石将军，实在抱歉，北地实在是寻不到石铁兽，大黄猫倒有一只，您看这将就一下成吗？燕老弟，你这大黄猫它正经吗？还有，为什么要我将就？石将军，我本是太子妃身边的侍女，宫变当夜，东宫血流成河，我自知一介凡女护不住皇孙，本欲投井自尽，却在恍惚间得了蚩尤战神的点化。战神点化？战神言道：当今圣上封渊，心术不正，杀兄弑父，其气运浑浊，根本不配为帝。若他坐稳龙椅，不消数年，大局必乱。届时天灾人祸横行，百姓将陷入水深火热，超不保息，整个人间都会被他搅得乌烟瘴气，民不聊生。战神怜悯苍生，特赐我御万兽之能，令我用这个能力救下这王朝唯一的救星风景志。石将军，您总说您护的是江山，可若江山之主是个被神明厌弃的虎狼之辈，您护的到底是百姓，还是那个毁掉百姓的罪人？将军崇拜蚩尤战神，应当知道，战神选中的人从不讲虚妄之言。大黄，石将军不信我是使者，算是替将军殿下行个问个。燕老弟，你早就知道了。老石，神明之意，凡人岂敢妄揣？我燕家军起兵，非为谋逆，实为顺应天命，护佑真龙啊！搞定！蚩尤战神曾有言在先，他老人家知晓凡间权柄更迭之难，亦知晓人心易被权势蒙蔽。战神托梦于我，若这满朝文武皆执迷不悟，非要助纣为虐去保那逆贼封渊，即便我方兵微将寡，即便无一将一族归顺，让我也要为了天下苍生掀翻这腐朽的王朝。若人力不足，战神许我召集四海八荒的百兽作为大军，届时虎豹为先锋，豺狼为两翼，飞禽为斥候。试问这凡间的坚城铁盾，挡得住战神的神怒吗？本以为自己守的是大义，是安定，可如今神迹现世，而我石勉竟然站在了战神的对立面，罪过，真是罪过呀！老臣石勉被奸邪蒙蔽双眼，险些误了天下苍生，误了战神一片苦心。既然战神已降下神谕，老臣愿舍了这身残躯，投身燕家阵营，誓死护用皇孙正统，将那逆贼封渊拉下马，还天下一个太平。燕老弟，这庚阳城我开了，城内8万将士，我也定会一并带回正度。若有谁敢不从，便是不敬战神，我石勉第一个不饶他。老石，你能明悟天意，实乃万民之福啊！干得漂亮，大黄，今晚的肉管够。这个两脚兽挺能编啊，不过看在肉的份上，随他吹吧。那个使者大人，老夫有一不情之请。石将军，请说。既然战神殿下已降下神意，老夫如今也算归了本队。您看，能不能让老夫也沾沾战神的仙气，让我骑一骑这大虎？老夫不求别的，就想效仿一番当年蚩尤大神骑着石铁树横扫千军的英姿。敖入，小金猪，这老菜步子在说什么？和本大王有关吗？这老菜步子想屁吃呢！本大王是两脚兽，随随便便就能骑的。石将军，非是我不愿，实则是战神有旨，此虎乃是战神座下神兽的分身，其背脊唯有真龙血脉与神识方可触碰。将军虽有赤诚之心，但凡抬肉眼，若强行跨坐，恐被神兽体内的煞气所伤，折了阳寿啊！是老夫鲁莽了，是老夫越界了。神兽尊贵，确实不是我等凡夫俗子能肖想的。这可是老虎啊！要是能骑着它进庚阳泉，那场面得多岁要消息。行了，老石，神迹已现，大义已定，咱们正事要紧。庚阳城内8万将士还在等着你这个主心骨。
若在此耽搁太久，恐生变数。燕老弟说的对，大义当前，老夫这就回城。半个时辰后，老夫会亲自打开庚阳北门，率8万守军卸甲相迎。从此往后，这北地便只有护佑皇孙的秦王之师。老板，这精米怎么卖的？哎呦，姑娘，您是诚心要买吗？精米30文一升。30文？前2日不是才16文吗？这才几天功夫，怎么涨得这般离谱？老板，最近有什么事情发生吗？姑娘一看就是不出门买粮食的贵人，许是不知情。听说前线打得凶，这路上的粮道被伪帝的残部给劫走了几回。少将军这2日正带着人在城中各大粮商那儿征粮呢，说是要优先供给魏州前线。这市面上的粮少了，价格自然就疯涨了。燕家军再骁勇善战，若是没了军粮，不出半月便会军心涣散。而燕关的百姓若是断了炊，这后方迟早要出大乱子，不能坐以待毙。我得想点办法。不行，秋穗，你知不知道现在外面是什么局势？那些尚未归顺的城池，如今风声赫赫，城门口挂着你和阿竹的通缉画像。你若有个闪失，我如何向阿竹交代？如何向我长姐交代？买粮的事我已经安排下去了，不需要你一身犯险。少将军，你的人能混进去买粮，我信。但我想问你，这些粮食买到手之后，你要他们怎么运出来？大批量的车队出城，在这节骨眼上跟自投罗网有什么区别？若分批运送，走官道会被盘查，走小路会被截杀。你告诉我，你怎么在那成千上万石的救命粮运过封锁线？我已经给他们下了死令，纵使马革裹尸也要护住军粮，哪怕是用人命填，也要把粮食一点点挪回燕关。胡闹！将士的生命是拿来挡箭簇的，不是拿来换大米的。燕云，你是拿命在赌，而我的办法能让这些粮食不费一兵一卒的来到我们手里。你还能怎么做？你是不是又忘了我会授予？人会被盘问，车会被搜查，但谁会去查一只叼着布包的飞鸟？谁会去管一对背着麻袋的野狗？甚至谁会发现地底下正有成千上万的老鼠在搬运粮食？我答应你。太好了！对了，虽然我会请动物来帮忙搬运粮食，但是还需要一些人，也需要准备很多的东西。你需要多少人？我拨给你1支100人轻骑，他们身手最好，常年负责哨探，最懂如何隐秘行踪。我不用这些人入城，让他们在城外方圆10里的隐蔽林子里候着。我会分批次让动物把粮食运到指定地点，你的人只需要负责接应装车，然后趁夜走荒原运回燕关。另外，给我几张面额大的银票，到时候当做我正常买粮食的资金。你还要帮我找至少30-40位绣娘，让他们帮我缝至少上千个布袋子，布袋子要给我缝成那种抽绳子的，两边绳子拉进袋子口就收紧的那种。30-40位绣娘，上千个带抽绳的小布袋，这是给动物们运粮食的啊，少将军。你想啊，一只鸟掀不动大麻袋，但2只脚抓个小布袋还是绰绰有余的。要是野兔、狐狸什么的，背上驮2个也不嫌沉。咱们得靠数量取胜，聚沙成塔，懂不懂？这法子听起来言之有理，我一言照办。野猪大哥，缘分呐！哼哧哼哧，是小金猪两脚兽。要不是记得只有你能和我们说话，本猪差点没认出来。我有正事要上山，你们怎么走到山下了？走着走着就下山了，山里都是我们的地盘，爱走哪里走哪里。你现在别下山了，再走远一点就到了两脚鼠的居所，你们要被两脚鼠打了吃了。跟我一道上山去。到了，小金猪两脚兽，这地儿本猪罩着，安全的很。野猪大哥，叙旧的话咱们改日再说。我这次来是有事情的，我在的地方现在缺粮，我要弄些粮食回去，不然要饿肚子了。我要去青州城弄粮食，那里的官府坏得很，不让我所在的城买粮食。那帮坏种，居然不让小金猪你吃上饭！野猪大哥，你帮我找点体型小、跑得还快的小动物来，我想请他们帮我运一些粮食。本猪这就去帮你找帮手去，你在这里等着。我这件事情以小金猪的名义起誓，我会让人送精细的骨叉、煮熟的红薯，还有加了盐巴的泔水过来。还有这次愿意帮我的，我都愿意在两脚兽的城里弄些好吃的好玩的送给大家。成交！吃！为了泔水和红薯，你等着，本猪这就去嚎一嗓子，把这方圆10里的小体型动物全给你嚎过来。啾啾，两脚兽，看我看我，我也行，我们也行，对方也是力量啊！刚才大肥猪说有红薯吃，是真的吗？麻雀也能分一小块吗？行，都别吵，我的耳膜要穿孔了。只要能干活的，一个都少不了你们的好处。你们的任务很简单，就是帮我运我买的粮食。
你们就几只合伙叼着这个布袋，装满后趁夜色飞出来，丢的地方我会给你们指引。你不能去。为什么？小金猪你不公平！你去是给两脚兽送钱的，一身皮老值钱了。你们力气大些就背在身上或者拖着走，安全第一。一路上尽量避着两脚猴，要是被发现了，粮食可以不要，你们要先跑。啾，明白。为了红薯，为了盐巴。你们随我下山，但是入城的事情，地上跑的动物们要在城外等着，小鸟在天上飞着跟着我。我会在城里找个住处，到时候让小鸟给你们和热力传消息，你们再想办法入城，到我住的地方去。头儿，我没看错吧？那是热力，这些可都是深山里的凶兽，怎么都出来了？领头的，过来一下，给你引荐几个弟兄。秋姑娘，这些动物是？这些是猞猁、豹猫和柴，还有这些鸟儿，我让他们认认你。往后他们就是咱们的运输队，你们记好了，他们不伤人，是专门帮咱们把粮食从城里带出来的。看准了，这些两脚人是我的同伴，以后粮食运出城，你们就直接丢到他们躲藏的地方，认准这个领头的味道和样子，可别把救命粮送错了主。这种感觉真是奇怪，感觉自己像猴一样。啾啾，两脚兽我记住样子了。啾啾，它们好黑。喵，这个两脚兽长得不好看，身上还臭臭的。好了，你们还在后面悄悄跟着。头儿，秋姑娘真乃神人也。都闭嘴！少将军说了，看什么都别惊讶，更不许乱传。按原计划，与秋姑娘保持距离，隐蔽行踪。站住！哪里来的？路引拿出来。军爷，您辛苦。清河镇的，这大冷天的拉着空车来城里干什么？这不是快开春了吗？镇上的乡亲们想要些时新的绣线和羊胶，还有些给小娃娃吃的碎糖。我想着来城里倒腾些小物件，也能赚几个辛苦钱养家糊口。进去吧，入城费3文。最近世道不太平，进城后老实点，别到处瞎打听。那是自然，那是自然。老哥，我想租个便宜的屋子，够我一个人住就行。对屋子没要求，那就好找，跟我来。这地儿虽然偏了点，但胜在清静，租金也便宜，就是屋子破了些。原先是个放杂货的院子，你若不嫌弃，这便签了文书。成，就这儿了，我也不挑。嘿嘿。乖孩子们，帮我给城外的热力、豹猫和野猫们传个信，让他们趁着天黑进城来这里，千万避开那些成队的卫兵，别惊动了人。啾，知道了，小金猪两脚孩，我们会盯着路上的狗，不让他们乱叫。这又是涨了，今儿个不是刚涨过吗？25文一升粗粮，这还让不人活了？爱买不买？现在因为燕家军带兵打仗，闹得粮价飞升，有本事你去管燕家军要粮去。这种规模的粮铺，仓库里少说也得压着几千担陈粮，这分明是吃准了百姓怕打仗，故意把粮捂在手里造势呢。哼！既然你们打算发国难财，那也别怪我心狠手狠了。广济仓城西的丰蠢行、城北的德聚盛，这几家都可以去偷了，全是奸商。大家都到了啊！啾啾啾，两脚蛇，天都黑了，我们不去偷粮食吗？急什么？还有小伙伴没到场呢。我喊来的是青州城内的老鼠，到时候帮我们引开粮店内守门的县小二的，你们可不能看到他们后嘴馋给吃了啊！喵！你为什么喊老鼠来？我最喜欢吃老鼠了！喵！你居然喊来本喵的食物，本喵控制不住的。你要是控制不住，那你现在回山里去，那是我喊来的帮手，我有义务保护他们的安全。喵喵，好吧。两脚兽，大家都到了，现在去吓唬人去。还真别说，这么多老鼠整齐地站在我面前，真让我心里毛毛的。喵，好多老鼠。两脚儿，你这里还有猫，鸡鸡猫啊，快跑！有天敌，三爷爷你害我们！
别怕别怕，虽然我这里确实有猫、有猞猁还有豹猫，但是我都提前和他们说好了，他们不会吃你们的。喵喵，我们不会吃你们的。小金猪在你们来之前就特意叮嘱了的。喵喵，就是我可是山里野猫一霸，说话算话，说不吃就不吃。姐，二姨三侄子，我怎么觉得这群猫不是很聪明的样子？确实是不聪明，所以才要请你们青州的本地土著帮忙。你们放心，但凡这些猫抓了你们一下，我都给他们做接狱。不要，魔鬼！小金猪是魔鬼！现在干活的时间到了，咱们现在要一致行动。现在我来分配任务，鸟儿们，你们数量最多，这些袋子你们拿着飞。猫科动物们就空手就行，老鼠们则负责带路以及查看周围的情况。兄弟们，前头开路，盯着点那帮两脚肉！死婆娘，别闹！快老鼠啊，一头够不上坡！叫你乱喊！小灰灰，留几个机灵的兄弟在这守着他，要是他有醒过来的迹象，就想办法把他嘴巴捂住，不能让他发出声音。鸡鸡，包在咱们身上，保准让他睡得死死的。快，这一袋满了。豹猫还有小黑猫们，你们背这种2斤的。鸟儿，你们身体小，就用小袋子装个1斤左右就行。把粮食给他们后，记得把袋子拿回来啊，不然后续的粮食就没得袋子装了。啊！快，大家快醒醒，有动静！头儿，你快看附近。头儿，真的是粮食！秋姑娘真乃神人，居然真能让这些动物运粮食！都别愣着，赶紧把袋子里的粮食装车，腾空袋子，确保袋子能及时送回秋姑娘手里。咱们要快，能拿多少是多少。我的天爷，这黑心老板仓库里的存货却足以让半城百姓吃上好几个月，这可怪不得我。谁让这粮食你们拿来也是挣黑心钱，不如让我们燕家军将士填肚子。接好了，朋友们，咱们第2轮开始。这次联系大哥辛苦点，背2袋大的。对不起，我也不想让你承受这么多的，都怪广济仓的仓库粮食太多。两脚兽，你怎么让我越背越多？这也太重了。咱们既然来这一趟，也不能白来啊！这里的粮食得全搬了，不然咱们走了，粮食没搬完，就没办法再来搬一次粮食了。你们辛苦，拜托大家啦！收工。小灰灰，你进来。小灰灰，请你带着你的兄弟们，把这院里院外的脚印帮我处理干净，尤其是后门王五晕倒的地方，应该还有我的脚印，不能让人发现。你多弄点乱七八糟的爪印，鸡鸡，千万别留下我的行迹。鸡鸡，包在咱们身上，保准连官府的猎狗都发现不了你的味道。大家听着，燕将军还在魏州等着咱们的消息，现在有了粮食，我们得赶紧送去。老二，你带一半兄弟留守原地，等着秋姑娘之后的动静。剩下的人跟我即刻启程，把这些粮食先送去魏州。是。你们听说了吗？广济仓出大事了，说是昨晚遭了天谴，几千柱粮食一夜之间全空了。那是天谴呀！我听说是闹鼠灾。那看门的小二王五现在还躺在医馆里说胡话呢，说是老鼠比猫还大，成群结队的搬粮，连他鞋底子都给啃烂了。依我看，
定是那广济仓老板惹怒了哪路神仙，施法把粮给收走了。哎，你们说这粮丢得这么干净，官府能查出来吗？查？怎么查？库房里连个脚印都没留下，全是耗子爪印。守备大人今早去看了，脸黑得跟锅底似的。哟，这是怎么了？听说是粮食被偷了。今早广济仓掌柜的来开门的时候，里头干净的连老鼠进去都得抹着泪出来。官府觉得这事实在太蹊跷，怕引起骚乱，干脆先把店给封了调查呢。走吧，老伙计，咱们回家。凭什么不让出城？家里地还没除呢。官爷，小人是奉主家的命令要去庄子里运粮食，小人府上没粮食了。吵什么吵？府衙下了严令，3大粮行失窃案未破之前，青州城不准进出。谁敢私自出城，通通按流寇余孽论处。得，我得重新想办法出去了。二哥，咱们带人冲进去，把邱姑娘给救出来。胡闹！城门关着，我们人数也不多，要怎么冲进去救人？都不动动脑子的。邱姑娘不是普通人，她一定有办法出来的。我可是告诉麻雀们往大了找，听这声音就知道麻雀找来的还不小。啾啾，小金猪，这是我们能找来的最厉害的兄弟了。各位雕兄雕姐，今日秋穗的性命就交到你们爪子里了。咱们飞的时候千万要稳，不能像平时猎兔那样俯冲旋绕，更不能在空中上下翻飞玩花活。我这身体脆得很，万一你们谁翻转太剧烈，我可就直接从天上摔下去嗝屁了。到时候不仅你们的谢礼没了，我也得变成一滩烂泥，你们就再也遇不上会和你们说话的两脚兽了。小金猪，你好菜！你说你为什么要当两脚兽？和我们一样当金雕多好！咕咕咕，就是你都不能飞，想飞还得我们带你。我下辈子投胎一定当鸟，现在先帮帮忙吧。咱们飞吧！糟了！谁？哪个王八嘎子偷袭本大爷？银子，这天还真能掉银子不成？天上有人！快看，天上有人啊！娘哎，这是什么怪物？不是怪物，是个穿衣服的活人，定是那偷粮的妖人！快拦住他！弓箭手，快放箭，别让他跑了，死活不论，把他给我射下来！真是一定银子引发的血案。咕咕，小金猪，下面的两脚兽拿木刺指着我们。别怕，雕姐雕兄，使劲扇翅膀往高处飞，飞过他们弓箭的射程范围，他们就够不着咱们了。眼下天黑，这些守城的士兵并不能算用箭高手，应当是射不死我。快，雕兄雕姐，再快点儿！难道今天真要交代在这儿了？邱姑娘，是邱姑娘吗？那是邱姑娘，求你们接应邱姑娘！雕兄，去城外，往那片火光那里落，快！邱姑娘，你受伤了，快走，城里要追出来了！撤！请你们帮我求援，帮我找来地面的猛兽来救我们！妃子休走，留下命来！分出几个人断后，剩下的人护送邱姑娘。挡住！给老子挡住！头儿，那声音是从山林深处传来的，可能是老虎自己大半夜吼一嗓子而已。妖人不死，咱们都得死在这儿！给老子杀了他！别让那妖人继续做法！小金猪，是谁欺负你了？
可算来了，那些两脚兽要杀我。小金猪，你受伤了！嗷呜！这群两脚狗居然敢伤了你！该死的两脚兽，大家冲啊！咬死他们！小金猪，你且歇着，看我们把这群两脚兽的皮给扒了。鸟儿们，散开点儿，我看不见了，别去硬撞他们的甲胄，啄眼睛，啄那些两脚兽的眼和手。野猪大哥，往右边冲，他们想劫阵用长矛。好嘞，看俺老猪撞碎他们的腿骨。嘿，咬到了，这个味道苦。胡大哥，你们小心点儿，那统领手里有弩，别被射中了。好，知道了，小金猪，你就稳稳坐着，今儿他们谁也别想活，我们帮你报仇。二哥，我是不是失血过多出癔症了？我刚才看见一只灰兔子撞了那校尉两下。小金猪，那个拿弩的头子被俺咬死了，他的血好臭。胡大哥，谢谢你们了。大家伙儿有没有受伤的？那哪能啊！这群两脚狗动作慢得像蜗牛，除了那点铁块片恶嘴，没啥威胁。秋姑娘，你怎么能让这群动物都听你的话呢？因为我是神使，战神蚩尤的神使，他给了我和万兽对话的能力，所以我才能驱使动物。蚩尤的神使，这跟天神下凡有什么区别？胡大哥、雕姐，还有各位朋友，这些人身上的伤口全是牙印和爪痕，青州城里的人只要不瞎一眼就能看出来是怎么回事。小金猪，怕什么？他们敢再来，俺们就再撕了他们。不行，两脚柔比你们想的要阴险，这次是他们没防备。若是惹恼了官府，他们会带火、带毒，带上1000人的长弩进山搜捕，到时候你们往哪儿躲？听我的，大家都赶紧回深山里去。最近这1个月，无论发生什么都别出山，也别去官道附近溜达。特别是野猪大哥，你们目标大，容易被发现的。等我伤好了，我一定带好吃的进山谢你们。趁着城里还没发现这些人死了，大家快走，快走！小金猪，你别慌，俺们这就走。小金猪，你要好好养伤。二哥，我可能没办法帮忙了，后面的路你们小心。秋姑娘，你一定要坚持住，不能出事。我这就带您回燕关。再快点儿！少将军、将军夫人，秋姑娘受伤了，救人！大夫，快找大夫！秋姑娘快没气儿了，快救人啊！快去禀告夫人和少爷，去将府医请来，再去城内将医术最好的周大夫请来。少将军，秋姑娘受伤回来了，如今昏迷不醒。回府。大夫，我小姨会死吗？不要！叶儿，你怎么了？叶儿，你别吓娘！好疼，我头好疼。叶儿，小姨，你快醒醒！小姨，你睁眼了。小姨，你慢点喝，大夫说你伤得深，千万不能用力。醒了就好，醒了就好。阿弥陀佛，真是祖宗保佑。秋穗，有一桩事，我想你应当最想知道。燕翼他已经恢复记忆了。阿姐好了？是什么时候好的？怎么突然就全记起来了？就是昨日好的。昨日燕翼看到你满身鲜血的样子，大夫说那是受了极大的刺激，导致脑中淤血散去，这才因祸得福，彻底清醒了回来。当真？那阿姐现在人呢？她恢复记忆后就想练武，如今在练武场呢，你不用担心。风渊，为了护住我们母子这2个燕家被迫造反，为了给全军弄回粮食，秋穗只身潜入青州，落得一身伤回来。风渊，不管结果如何，我都要想办法让你死。大小姐，醒了！秋姑娘醒了！你说什么？
秋穗醒了，快带我去瞧瞧。少将军，秋姑娘睁眼了。秋穗，太子妃，喊阿姐。当初为了掩饰身份，才不得已喊您阿姐的。我和艳福本就没有关系，您当初也失去记忆，才一直没有纠正称呼。娘亲，你干嘛？你先出去，我和你小姨有话要说。燕云，你也出去，等会儿再进来。秋穗，你是觉得我燕翼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吗？不是啊，不是的，阿姐，我没这样想啊。既然喊了阿姐，往后便不许改口。太子妃已经在长春殿的大火里死去了，现在的燕翼只是燕官燕家的女儿，是你的姐姐。秋穗，你听着，以前在宫里你是贴身伺候的，你守规矩知礼数，我亦理所当然的受着。可打从你不要命的冲进火海，把阿芝和我从火堆救出来的那一刻起，那主仆二字便被那把火烧得干干净净了。阿姐，那段日子你护着我们母子东躲潜藏，成功带着我们来到燕关，为了阿芝苦心孤诣，现在更是为了燕翼军拿命去搏那几10万斤粮。这世间尊卑有许多种，条条框框也多，但在我心里，救命之恩，同袍之情大过天。我现在的命是你给的，阿芝的命也是你给的。若因为我清醒了，便要你退回去做个唯唯诺诺的丫鬟，那我燕翼成什么人了？你让我如何面对阿芝？又如何承得起你之前为我们母子的殚精竭虑？是我想差了，阿姐，我都听你的。少将军，你来的正好，魏州的粮食危机可解决了，那些从青州带出来的粮食可有顺利入仓？还有燕关这边百姓手里的余粮还够吗？粮价可还稳得住？都解决了。多亏了你这次去青州筹得的那几10万斤粮，魏州的燃眉之急已解。那就好，不枉我挨了那一剑。以后这种险事你就不必再去了。若早知你会伤成这样，我也绝不会点头让你踏出燕关半步。少将军，你这便是会逼必一了。我受伤只是个意外，可对于整个燕家军和燕关的百姓来说，这些粮是活命的根本，也是战士的硬件条件。可你这伤，你始终也是肉体凡胎，我不该让你一个女子来承受这些。少将军，女子亦可做大事，我最是惜命。可既然身处这乱世，谁又能真的独善其身？少将军，若我是那种只求安稳不顾大局的人，当初在长春殿，我也不会救下阿姐和阿志了。你总是有一堆道理等着我，只是秋穗，燕家的重担不该全压在你一个人的肩膀上。好了，少将军，道理我都懂，但我先前有苦困，你要是真觉得我不该一个人扛，那往后便多派些人手护着我，现下先让我歇息吧。那你好生歇着。小姨，我要守着小姨。小姨需要休息，我们不要打扰她，好不好？求求你放开我，我要去陪小姨。不许去！你小姨刚醒，喝了药，身体虚得厉害，需要静养。你现在进去叽叽喳喳的，是想让她伤口疼，还是想让她睡不着？我会很乖的，我就坐在一边，保证不说话。那也不行，你若是真疼你小姨，就乖乖读书去，等她精神头足了，自然能见你。蓝月，带小少爷下去，没我的命令，谁也不准来吵秋姑娘。姑娘，大喜！石将军传信来说，由于粮草供应及时，他们把青州、冀州都打下来了，连破3城，太好了！半月之内连丢3城，石勉那个莽夫在3天之内把青州、冀州变成了燕家的囊中之物。怎么都哑巴了？朕养着你们一群酒囊饭袋，就是为了听你们报丧的吗？满朝文武难道就找不出一个能带兵打仗的，找不出一个能压制石勉、能挡住燕松的将领了吗？不说话是吧？赵尚书，你平日里不是总跟朕夸耀京郊大营的统领徐成身无武略，有大将之才吗？他人呢？为何不请命出征？皇上，徐将军前几日坠马伤了腿，如今卧床不起，怕是难当大任啊。坠马？侯爷，你家那3个儿子不是号称京城3杰，文武双全吗？回皇上，犬子们近日偶感风寒，正闭门谢客。风寒？坠马！好一个满朝废物！既然没人敢请缨，朕就挨个点。若点到名而不肯出征者，按通敌叛国罪论处9族同诛。传旨意，移旨给韩平关的杨业，命他即刻率领兵马南下迎击逆贼燕松。奴才遵旨。圣旨到。杨将军，圣旨已毕，您还不赶快接旨谢恩？皇上在京城可是盼着您之后的好消息呢。大军开拔一事可耽误不得啊。末将要镇守韩平关，恕难从命。杨业，你大胆！你如此行为公然不遵守圣旨，是何用意？你这是要抗旨不遵，是要造反吗？钦差大人，非是末将不遵圣旨，而是这韩平关不容有失。关外的蛮夷一直对中原虎视眈眈，
此时正是青黄不接，他们最蠢蠢欲动的时候。末将麾下的兵是守朝廷国门的兵，这兵一旦动了，韩平关防线必溃。届时满野铁骑踏入关内，这百名边关的老百姓，他们的命便休矣。末将身为守城之将，便要对得起这满城百姓的信任。边防安危不容有失，还请钦差大人海涵回京复命去吧。杨业，你少拿关外蛮族来当挡箭牌。皇上可是朝廷的天，皇上如今有难，你身为臣子不思救驾，反倒在这里体恤起几个贱民的性命来了。本官看你分明是居心叵测，素意通敌谋反。本官在跟你说话呢，杨业，你聋了不成？你信不信本官回京参你一本，治你个满门抄斩之罪？哼，参本将本，钦差大人，你大概是忘了，这里是韩平关，不是你的京城。这大唐风大，大人还是换个地方清醒清醒吧。是，来人，送客。放开本官！你们这群兵痞子，竟敢对朝廷亲手动粗！杨业，你这个不遵皇令的贼子，等皇上度过这一劫，你焉有命在？失去了最后的掣肘，燕家军在攻破益州这道天险后，后续的攻势无人可挡，中原腹地大开，燕家铁骑所过之处，当真是势如破竹。不过短短大半个月的光景，沿途的3座重镇大城便在燕家军的猛烈攻势下相继易主，捷报如雪片般一封着一封，跨过千山万水，源源不断地传回了燕关。为了守住龙椅，封渊饮鸩逐渴，在朝堂上强行点将，无数勋贵后代靠祖上阴府过日子的平庸武将，全被逼着披挂上阵。京城守将战死的讣报一封接一封的传回。明知燕家父子是百战百胜的杀神，明知这些孩子根本没有上战场真刀枪拼杀的能力，可龙椅上的那个人，为了他屁股底下那座不干净的皇位，却非要逼着我们的孩子再去当。风渊，你还我儿命来！去他的君臣纲行，去他的大前天子！他已经要成为一个疯子了，这样的人已经不是一个合格的皇帝。再拖下去，朝中不知道还能剩下多少人，需尽快想办法了。不必等燕右父子打上京城，我们必须来处理他，弥补一下我们在太子妃和小当下心中的印象了。放肆！你们一个个的都想死不成？朕乃天子，禁卫军何在？把这些犯上作乱的逆贼统统拿下，统统打入死牢！封渊，你少在这里假借天子之威。你之前杀兄弑父、谋害先帝、逼死先太子的滔天罪行，早已被我等官员查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你这等有违人伦、灭绝人性的卑劣小人，根本不在这龙椅上，更配当我大封朝的皇帝！放肆！你竟敢污蔑朕！来人，把这个逆贼拿下！先太子封前留下的血脉，小殿下封景之，那才是顺应天命的正统继承人。放肆！一介小官，赶紧写下罪己诏，昭告天下，禅位给小殿下。若你还执迷不悟，赴御完殿上，将你这个窃国逆贼乱刀砍死，以正朝纲。杀了朕！你们这群乱臣宰子，朕乃真命天子，朕看你们谁敢动朕一下！封渊，你死到临头还敢嘴硬！各位同僚，依本将看，何必与这自私虚伪的人多费口舌？既然他不肯写罪己膏，不如咱们直接杀了他了事，省得夜长梦多。陈将军说的对，直接杀了他。杀了他之后，我等便立刻快马加鞭，传信给燕关，隆重迎接小殿下回宫登基。如此，这朝堂才能尽早安定下来。慢着！封渊再如何卑鄙，也是皇室之人，弑父篡位、残害兄长是他的罪。可若咱们真杀了封渊，等燕家军护送小殿下和太子妃回京时，天下人该如何议论我等？那依张大人之见，该当如何？不能杀，不仅不能杀，还要好生看管起来。这终究是封家的家事，也是东宫的血海深仇。咱们应当立刻将皇宫局势掌控，然后快马加鞭送信前往燕关，完好无逆损地交给太子妃和小右的亲自发落，当众审判。只有让太子妃亲手了结这段恩怨，在先太子的灵前讨回公道，我等百官在小殿下面前才是真正立下了盈利正统的泼天大功啊！张大人深谋远虑，那就依张大人的意思，先留着逆贼一条狗命。把他带下去，好生看管，是，不得有误。800里加急，快马加鞭！将军，帐外来了一个自称京中的士兵，他说是来替大人送信的。将那人和信都带进来。爹，京城那边说什么了？难不成封渊那狗贼要弃城逃跑？这算怎么回事？这京中的官员啊，终于也是硬气了一回，难得他们也能有这个胆子，好，太好了！这下可省了咱们不少力气，连工程都免了。这群人倒真会审时度势。周副将、陈副将、老周、老姜，你们这就去整顿兵马，我们明日就进京。是。
阿姐，京中5品以上的官员都着白袍素衣跪在城门口等着你，说他们被奸人蒙蔽，让封渊祸乱昌纲，致使太子妃和小枣爷流落在外，无颜面对先皇和先太子，请你降罪。这些个文臣脑子可真是聪明，样子是做得真好。阿芝啊，你娘现在憋屈死了，你可要记住，以后对于这种两面三刀的臣子不能要，否则倒霉的是自己。小姨，阿芝记住了。别想那些了，现在这些人都在城门口等着，周围百姓也看着，你还是快去见见。诸位爱卿，平身吧。太子妃，我们有罪，实在是不敢起身啊。林国公和张丞相的艰难，本宫也知晓。说到底，这些事情也都是封渊造成的。如今主谋已经被擒拿，本宫也该找他算账才是。多谢太子妃开恩。恭迎太子妃和小殿下回京。娘亲，这里和我们以前住的时候不一样了。我带你离开的时候，这里都烧成一片火海了，现在这样子是被他重建了。阿姐，现在要紧的是去问封渊太子的尸骨在哪里。我已经让蓝月和蓝菊将行李收拾在东宫，你先带着阿珍，有事情在宫门找燕云，我先去处理封渊的事了。阿姐放心，这里有我呢。你们这些乱臣贼子，朕会重新夺回朕的皇位。朕乃天子，你们都奈何不了朕的。是你，杀了你！朕要杀了你！杀了你，皇位还是朕的！太子妃小心！好久不见了，封渊。你大概是不想看见我的，但我很想看你，看看你现在的样子。阶下囚，我不仅是来炫耀的，我也是来让你得到你应有的结果的。你敢！朕不会让你得逞的！来看看你喜欢什么样的刑具，我一时半会儿难以抉择，你要不要自己选一下？你以为这样朕就会害怕的向你求饶？告诉你，绝不可能。我不需要你求饶，我只需要你得到你应有的代价。你觉得这个板子如何？我觉得还不错，上面钉子应该能让你皮开肉绽。只要一板子下去，你也不需要用双腿走路了。你知道吗？人的手很有用的，不仅是可以用来吃饭、穿衣、写字，还能用来爬。燕翼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，我可是皇子，是皇帝。皇帝？你是什么皇帝？什么皇帝会在这天牢里住着？你是罪人，是罄竹难书的罪人。将他架上去，好好招待我们的皇上。燕翼，你就不想知道他的尸骨在哪里吗？自己的方法奏效了。我将丰田秘密埋葬在皇陵了，你给我一个痛快吧。你对外可是给丰前泼进了脏水，现在反而将丰前秘密葬入皇陵，真是滑天下之大稽。他到底是朕的兄长，朕再如何也不可能让他不食荒野。封渊，若皇后娘娘还在，她定会后悔生了你。皇上，请吧。阿渊别怕，有我在，跟着我走，绝不会让你摔一下、磕一下。我的弟弟，轮不到旁人置气欺负。阿渊受委屈了，别哭，兄长在，往后没人能伤你分毫。两脚兽说了，最矮的那个小娃娃就是我们要围的对象，那大家冲啊！陛下幼年承继大统，今日百鸟环雀，辕前朝皇，实乃上天垂炼，先祖庇佑之吉兆。灵禽归心，便是四海万民归心辅佐，护陛下平安长大，整肃朝纲，安抚天下，不负天命，不负列祖列宗。自古明君出世，必有祥力相伴。今群鸟来朝，环飞殿宇，足见天命所归。众卿平身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朕以冲灵4成大宝，念朕年礼尚幼，未安政务，恐难独理万机。今遵奉皇太后垂帘训政，
总摄公为裁决内廷诸事，特命燕云为摄政王，总理辖军国重务，统辖文武镇官，匡扶社稷。册封秋穗为长公主，赐金印1丈府地，禄米10亿，悉照长公主最高规制拨付，尊号为嘉行。布告天下，强使闻之。钦此。臣等领旨。